大家好啊，朱孝天又爆大瓜了。2025年歲末，一場始於 F4 合體情懷的合作糾紛，在短短2天內完成爆料、發酵、道歉的戲劇化轉折。朱孝天從粉絲群拋出重磅舉報，到聖誕夜發布澄清致歉聲明，事件背後的來龍去脈與立場博弈，值得跳出情緒冷靜審視。我們來梳理一下這場風波，從合作破裂到舉報與道歉的完整脈絡。一、導火索 F4 合體巡演的換角爭議。事件的起點是萬眾期待的 F4Ever 恆星之城巡迴演唱會。2025年7月 ，F4 時隔9年合體，引發情懷熱潮後，巡演籌備提上日程，但朱孝天始終未與主辦方相信音樂簽署正式合約，僅處於意向洽談階段。後續，他因拒絕相信音樂提出的3項未公開要求，被對方單方面切斷所有聯繫，最終從新聞中得知自己被移出巡演陣容。五月天主唱阿信成為補位者，並擔任演唱會制作人。12月上海站巡演期間，阿信在舞台上表示不忍心讓舞台空着一個角落，感謝暫時未能赴約的朱孝天。這番溫情說辭卻遭朱孝天在粉絲群隔空回應，他說了好幾次了，可我這邊沒有收到任何消息。場面話，聽聽就算了吧。雙方矛盾首次公開化。還要感謝當年拍攝續集的柴姐，也感謝暫時未能赴約的 Ken。我知道，這不是所有人最期待的畫面，我會繼續努力，為你們呈現最美的風景。二、爆發點，粉絲群的5大重磅舉報。12月24日深夜，朱孝天在粉絲群向支持者爆料，稱已實名舉報相信音樂，並配合相關部門完成調查，拋出5項核心指控：一是勾結黃牛與票務平台炒票分利，溢價部分規避納稅；二是通過2家關聯公司偽造演出酬勞賬目，將資金轉移至境外，實現跨境逃稅；三是涉嫌利用虛假交易完成洗錢操作；四是強制藝人假唱，要求提前錄音備場，自己因耳疾堅持真唱，但官攝視頻被修音；五是存在立場問題，拒絕配合相關部門發布統一聲明。這些指控瞬間引發全網熱議，將事件從藝人恩怨升級為行業合規爭議。三、轉折點，聖誕夜的澄清致歉聲明。僅1天後，12月25日，朱孝天發布正式聲明，態度出現關鍵轉折。聲明中，他表示，自9月以來持續遭受網絡暴力，家人生活受擾，導致情緒失控，在私信及粉絲群發表了有失妥當的言論，佔用公共資源，向公眾致歉。同時明確澄清此前關於國台辦的相關言論與實際情況不符，專門就此不實表述道歉。但值得注意的是，聲明未對黃牛、逃稅、假唱、洗錢等核心舉報內容做出撤回或澄清，也未向相信音樂及阿信等被指控方表達歉意。截至目前，相信音樂對所有指控保持沉默，大麥網否認勾結黃牛的說法，稅務、文旅等相關部門暫無公開調查通報，事件仍處於各方表態與等待核查的階段。我想從理性的視角跳出站隊來說說這件事，只代表我個人看法。朱孝天的經歷存在可共情之處，為合體減重30斤卻遭單方面斷聯，長期承受網暴困擾，情緒失控在所難免。但作為公眾人物，在粉絲群拋出涉及逃稅、洗錢、立場等敏感且嚴重的刑事指控，必須以扎實證據為支撐。此次道歉中，他主動澄清涉國台辦的不實言論，說明其已意識到部分表述觸碰了法律與輿論紅線，而剩餘核心指控是否成立，仍需等待官方調查與可核驗證據的佐證，不能僅憑單方陳述下定論。這份道歉並非全面認錯，更像是一次精準的風險切割。聲明聚焦於糾正最致命的敏感言論錯誤，以網暴致情緒失控為理由，降低指控的嚴肅性，同時對其他核心指控保持沉默，既為後續可能的證據呈現留有餘地，也避免了徹底堵死自身退路。但關鍵爭議點仍未解決，若指控屬實，為何不在聲明中提及證據方向？若部分指控不實，為何不明確撤回，以降低法律風險？這些疑問仍需時間給出答案。拋開藝人之間的利益博弈，事件暴露的行業問題值得關注。黃牛炒票、票務亂象、假唱爭議等本就是長期存在的行業痛點。朱孝天的舉報，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都將推動公眾對娛樂圈合規經營的關注，倒逼行業正視稅務規範、演出誠信等核心問題。這一點上，事件的公共討論價值已超越個人恩怨本身。F4 合體變舉報大戰，朱孝天從粉絲群爆料到聖誕夜道歉的反轉劇情，讓網友吵翻了天。有人讚他是敢撕行業潛規則的勇士，有人批他是輸不起的報復型碰瓷。不同立場的聲音碰撞出最真實的輿論百態。有人說必須戰朱孝天，黃牛炒票、假唱泛濫早就是娛樂圈公開的秘密，也就他敢把這層窗戶紙捅破。溢價票錢不納稅，資本逼着藝人對嘴型，
這些亂象坑的是觀眾，他堅持真唱，哪怕跑調，也比糊弄人的假唱強100倍。也有人說，別尬吹了，明明就是被踢出巡演，懷恨在心，搞魚死網破那套。沒簽正式合約，怎麼會知道核心財務機密？所謂的5大指控，全是粉絲群聊天截圖，連個合同、流水實錘都拿不出來，不就是輸不起，想拉人下水嗎？但我想說，拋開恩怨，他說的票務問題真的戳中痛點。每次搶演唱會票都秒空，黃牛手裡卻有一堆高價票，溢價部分到底進了誰的口袋？不管他動機是什麼，能把這些灰色地帶擺上台面，倒逼監管部門關注，就是有價值的。除了普通網友的站隊，娛樂圈紀檢委宋祖德也對此次事件發表了看法。他並沒有像以往那樣直接開罵，而是對朱孝天提到的黃牛逃稅和假唱表示了高度認同。宋祖德直言，這些都是行業公開的潛規則，甚至調侃稅務部門一查一個準。他認為朱孝天這次是大義滅親，雖然有風險，但如果能借此整治行業亂象，反而是一件好事。不過，他也提醒朱孝天，關於洗錢的指控必須要有鐵證，否則容易引火燒身。粉絲們大家好，我是宋祖德今天看到一個重大的娛樂新聞。这个 F4的成员之一朱孝天，他舉報這個五月天所在的公司涉嫌偷稅漏稅，然後呢涉嫌買通黃牛故意炒票，還有呢涉嫌海外洗錢，涉嫌假唱他舉報的這4個內容很猛那麼他自己說呢，他說執法部門已經找他談話了他已經完成了這些法律上的流程了那麼可能有些粉絲很好奇朱孝天為什麼要舉報他們呢朱孝天不想在娛樂圈混了嗎朱孝天這樣的舉報，如果他是不屬實的呢？如果是造謠呢？如果朱孝天舉報的內容是屬實的話，那麼這個五月天的話，在娛樂圈以後這條路很難走下去了萬一他舉報的內容不屬實那朱孝天也要被追究法律責任的誣告的話也是犯法的我個人傾向於認為朱孝天他的舉報不是空穴來風就好像一個醫院裡的護士舉報醫生，這個護士和醫生天天待在一起的，他了解他知道醫生幹了什麼壞事就像比如說一個科室主任舉報他的院長，他也是天天跟院長待在一起，經常開會，他了解。朱孝天呢，他了解五月天，所以呢他的舉報我認為他應該是有比較可靠的材料，他才敢這樣舉報的。那麼我們也希望娛樂圈要吸取教訓現在娛樂圈真的是烏煙瘴氣假唱就不用說了，很多演唱會都是假唱，偷稅漏稅可以說現在那些當紅明星，你只要去查，一大半都是偷稅漏稅的，只不過有些人有背景有關係，沒有被查而已那麼這個海外洗錢的話，朱孝天說的更加可以說是娛樂圈的一個毒瘤。娛樂圈很多電影電視劇，你看他投資什麼10幾個億、20個億、幾百個億拍的，票房就那麼一點點，那他為什麼要拍呢？就是洗錢有些壞人手上通過不正當的途徑弄來的那些髒錢，通過拍一部電影，然後巧妙的把錢就洗乾淨了。所以他舉報的這個海外洗錢也不是空穴來風娛樂圈這種現象很嚴重我們希望這個通過朱孝天的舉報這個有關部門對於這個娛樂圈的這種很多違法亂紀的這些事來一個重拳的整頓真的娛樂圈現在太亂了，太過分了我們有一些娛樂圈的正義的人老實的人，善良的人，因為舉報甚至丟了性命朱孝天還是很勇敢很了不起的，他這樣的舉報其實對於他來說是很危險的很多人都巴不得
把他滅了呢？我們希望像朱孝天這樣一個正義的人要得到保護縱觀這場風波，無論朱孝天的初衷是出於對行業亂象的義憤，還是個人遭遇的不平，目前的局面都已將他推向了輿論與法律的風口浪尖。我們當然希望娛樂圈的票務灰色地帶、稅務合規問題能得到徹底清查，這不僅關乎藝人權益，更關乎每一位消費者的公平。如果朱孝天手中真的掌握了關於黃牛逃稅、假唱等問題的實錘證據，那麼將其通過正規渠道提交給監管部門，既是對行業的淨化，也是對自己舉報行為的最有力背書。但必須清醒地看到，在沒有實錘的情況下，將嚴重的刑事指控如洗錢、逃稅僅停留在口頭爆料或粉絲群傳播，不僅無法真正撼動行業沉疴，反而會讓自己陷入誹謗的法律風險漩渦。此前的道歉聲明雖然澄清了部分敏感言論，但對於核心指控的缄默，依然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對於朱孝天而言，此時此刻拿出證據是對公眾的交代，也是對自己最有效的保護。只有讓法律和調查結果成為評判的標尺，而非情緒和猜測，才能讓這場風波回歸到解決問題的正軌上來。畢竟，在複雜的娛樂圈博弈中，唯有理性和合規才是藝人最堅實的護身符。讓我們等待證據的浮現，也等待一個清朗的行業未來。